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周六宣布，俄军日前在对乌克兰的特别行动中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摧毁一处乌军弹药库。消息一经公布，引发国际社会极大关注，因为这是该款备受瞩目的高超音速武器首次应用于实战。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到底有何特殊之处？俄罗斯又为何在此时将其用于实战？在冲突持续的同时，俄乌谈判又有哪些进展？来看看报道。新社的报道称，这是俄罗斯在本次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中首次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区别于传统意义的导弹，是一种近年来各国争相研制的突破性武器技术。一般而言，其速度可达5至10倍音速，并且具备可变弹道等特点。由于其速度优势，导致防御系统反应时间欠缺，拦截弹追击速度跟不上，再加上飞行轨迹弹道可变、不可预测等特点，也会让防御系统失效。因此，高超音速导弹被视为可以突破现有防御体系，进行防区外精准打击的最重要的非对称武器之一。据悉，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速度为10马赫，长约7米，重达1吨，可携带核弹头，主要用于精确打击陆上和海上目标。根据俄军方消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系统在2017年年底就已经开始进入现役进行战备值班。2018年的红场阅兵中首次公开亮相，由米格31战机挂载飞越红场上空。当时，俄军宣称，包括美国萨德、宙斯盾等导弹防御体系均无法拦截匕首。据俄罗斯消息报早前报道，匕首于2021年年底在北极顺利完成测试，以米格31K 作为载具，飞行员演练了空域巡逻，并发射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外界预计，俄空军可能约有20架能搭载匕首的米格31K 战机。因为这款武器装备呢是超高声速武器，对于设防严密目标和地下的目标有很强的打击能力。在乌克兰西部对地下坚固工事的打击，只能够使用这种武器装备。你像之前用口径巡航导弹和战略区轰炸机发射的 KH-555，它只能够攻击地面目标和浅防御目标。如果对深在目标，特别是对多层岩土和混凝土覆盖的目标，必须要使用这种武器装备，配备延时引信进行攻击。所以从打击的效果去分析，基本上达成了俄军的预期作战目标。此次俄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匕首导弹，选择打击的是乌军弹药库这样的固定目标。对此，有分析指出，首先，匕首导弹此前只在实验演习中发射过，需要经过实战的验证。第二，匕首的精度和作战效能一直被西方质疑，在乌克兰冲突中亮相，也有俄军自证能力的意味。实际上，俄乌冲突发生前的2月19号，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亲自指挥了涉及战略力量的核演习，其中不仅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演习发射，还派遣了一架装备有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K 飞机飞越地中海。当时，一些分析就认为，俄罗斯为了在战场上取得突破，可能会利用匕首来对付如乌军高价值目标。2个考虑，第一呢，要打击特定目标。那如果把美国包括西方国家囤积的大量武器装备短时间内高效摧毁，这样对于瓦解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能力有重要作用，也等于切断了西方国家向乌克兰输血的血管。第二，这发导弹显然是打给西方国家看的。随着俄乌局势包括冲突的持续，美国在周边进行了武器装备的强化，在波兰部署了爱国者导弹，今后德国也要引进萨德武器装备系统。另外呢，在波兰罗马尼亚还准备部署对俄罗斯弹道导弹具有拦截和探测能力的武器系统。那么俄罗斯通过超高声速导弹的使用，告诉西方国家部署什么样的预警探测系统都没有任何作用。俄军首次使用高超音速武器，让外界进一步聚焦俄乌冲突进展。周六，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乌方武装力量失去了对亚速海出海口的控制权，但也有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方武装力量表示只是临时失去对亚速海出海口的控制权。亚速海长约340公里，宽135公里，与黑海相邻，西面是克里米亚半岛，北面是乌克兰，东面为俄罗斯。亚速海作为世界上最浅的海，最深处只有14米，和一般的小型河流深度差不多，但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成为俄乌必争之地。亚速海的控制权取决于马里乌波尔的战况。
目前俄军正在全力攻击马里乌波尔，而且作战行动目前非常惨烈。按照俄军国防部所发布的消息，已经完全清除了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军队作战能力，也意味着在亚速海的沿线不会再有乌克兰的兵力出现，也标志着今后乌克兰将失去亚速海的海岸线。目前在马里乌波尔到赫尔松公路铁路已经完全开通，标志着在亚速海沿岸非常安全。而且之前俄罗斯已经把铁路列车开到了沿岸地区，所以目前看呢，临时失去很有可能会变成永久性失去。军事冲突持续的同时，俄乌双方持续边打边谈。乌克兰副总理维列修克周六表示，当天各方就开通10条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乌方计划当天派车队赴马里乌波尔，将当地民众疏散至扎波罗热州别尔江斯克市。此外，在基辅州卢甘斯克也开通了多条人道主义通道，还有一条通道设立在马里乌波尔。乌克兰还计划当天向赫尔松州运送4车人道主义物资。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乌谈判持续进行，俄方期待能够与乌克兰签署一份包括乌克兰中立地位在内的全面安全协议，并结束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但是，美国一直在对谈判进程进行干扰和阻挠。В том,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внутриукраинского диалога, но это, наверное, все-таки дело украинцев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вот эта наша операция завершится. И завершится, я надеюсь, подписанием всеобъемлющ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тем вопросам, о которых я упомянул. 日前，美国白宫宣布，总统拜登将于周四访问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北约特别峰会，并与北约盟国商讨乌克兰局势。当被问及拜登此次是否还会访问波兰，或是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不予置评。这是自今年2月俄乌军事冲突以来，拜登首次访问欧洲。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俄国防部周六高调宣称，前一天在乌克兰战场发射了一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摧毁了乌西部一处地下军火库。俄方还发布了相关视频，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俄罗斯方面昨天的宣布啊，包括公布的攻击视频，那么乌克兰方面呢，实际上也已经做出回应，但是呢，仅仅承认是目标被毁了。他声称呢，无法证实俄方使用了高超音速导弹。目前呢，俄乌战事已经进入到了第4周，乌方指责俄军累计至少对乌发射了1800枚导弹，但是呢，美军的预估数量呢是要低一些，估计是在1000枚左右。那么，即便采信了美方的这个预估数字，那么俄军至少已经对乌克兰轰出了1000枚导弹。那为什么要单为这个匕首上阵开发布会，而且要发布所谓的视频来作为证据呢？因为啊，这把匕首它太不寻常，是公认的大杀器。那么高超音速5倍，它的门槛是5倍音速，而匕首导弹呢是10倍，最大的射程呢达到2000公里。那么空击发射一般是由俄军最先进的战机米格31挂载。俄方呢此次没有公开匕首是从哪里射出的。那么匕首它之所以成为大杀器，首先呢是匕首之力，它呢核常兼备，既可装这个常规的弹头，也能装核弹头。当然呢，俄军确认这次搭载的是常规弹头。那么其次呢，就是匕首之快，以10倍音速在相对弹道导弹低得多的高度飞行，甚至呢可以在飞行过程中变换轨迹。那么它具有极高的突破能力，也极难被追踪拦截。那么这是美方对俄罗斯高超音速武器极为忌惮的一个原因所在。CNN 昨天称说，如果匕首在乌克兰上阵获得确认，那么这将是这款高超音速武器首次投入实战。那么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匕首手工炸毁的是乌克兰西部目标。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称，那么地下军火库中存有导弹以及空军弹药。那么俄军在乌战事呢，主要是在南部、东部以及围绕首都基辅的攻势展开的。所以呢，这恐怕意味着，尽管俄军对乌克兰几路攻击都遭遇停滞，尤其呢是针对首都基辅的这个合围难以推进，但是呢，俄军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没有丝毫减弱，甚至呢地面攻势没有波及到的乌克兰西部地区，现在呢也在加大远程的攻击的力度，打击目标呢包括乌军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军备后勤系统等等。当然了，外界现在最关切的无疑是匕首上阵它的一个信号意义。
那在您看来，俄军视频高调展示大杀器匕首上阵，意在释放何种信号呢？匕首上阵绝不是孤立事件，我们可以近期联系这个连串的事态合并来看。那么就在本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核战争的前景现在呢又回到了可能的范围。那么就在匕首刺出的前一天，美国航空家网站通过在线航班网络追踪发现，隶属俄罗斯空天军和特种飞行中队的22架飞机突然呢集体行动，从莫斯科附近的机场升空，飞往俄东南方向多地。那么其中呢，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有移动的克里姆林宫之称的图214PU 以及图214SR、ER96、300PU 等等这些个起飞的机型，它们呢都与核战是密切相关的，被称作是末日机型。那我们再联系，早在俄乌战事爆发之前，那么总统普京已经下令俄战略部队提高核战备，所以此时俄军高调视频展现战略大杀器的出击，外界当然会产生联想。那么俄军匕首首次在乌克兰出击，但是呢，这会是最后一次吗？如果答案是不，那么更加惊心的问题就来了。这一次匕首携载的是常规弹头，那么下一次还一定会是吗？俄罗斯其他大杀器呢，会投入到战场吗？针对乌克兰的这个战场态势，德国汉堡大学核战略学家库恩3天前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强调，他认同联合国秘书长的警告，对乌克兰使用核武的这个机会非常低，但是呢，绝不是零，它是真实的，而且呢可能会增加。那么呢，随着俄罗斯匕首的登场，那么跨过核战红线的这个风险系数可以说再度升级了。就打击效果来说，以匕首攻击军火库的这个目标远非必选项。那么俄罗斯常备武库中同等射程的其他导弹呢，均可以作为替代。那么曾经在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俄罗斯战略研究的美国军情专家科夫勒呢，他就认为说，匕首是军事意义上的所谓 game changer， 是游戏的颠覆者的武备。那么俄军亮出匕首，他呢就意在向美国以及北约释放明确的信息。他今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呢，就强调说，普京就是要以此来显示对核战的高容忍度。一旦他继续被逼进角落，那么就会选择匕首式的强硬回击。所以呢，科夫勒就认为，俄方的战略信息就是要显著提升核威慑，来震慑阻止美方进一步介入到乌克兰局势中。